人才，我觉得这跟台湾人的性格还是蛮有关系的，就是真的大家很认份、很打拼的去完成很多事情，真的是台积电这10几年突然突飞猛进的关键要素了。但其实近几年像欧美的各国也是有派一些人到台湾来培训这个东西，但能不能把这个文化转嫁到人才身上，这个是目前未知的。像Justin 他们也派了一批学生到台湾开始研习，然后甚至今年也有一些那个从美国来的学生，他们就说哦，我们不怕辛苦，但我们想了解 Fab 在干什么，对，去学习这个文化。也说到了晶片科技，当然我们知道台积电啊，这个最近他们在官网的技术页面上面更新了一行文字，大家睁大眼睛去看，到底改成什么？上面文字是写着说，台积电2奈米技术已经按计划于2025年第4季开始量产。好，那这是台积电的第一个采用全环绕闸极奈米片啊，就是全环绕闸极是 GAA 啊，这个奈米片电晶体的制成节点，而在新结构中，这个闸极完全包覆由堆叠水平奈米片形成的通道，几何构造呢是能够显著的提升电磁控制力，来减少原本这个漏电的问题。那同时呢，缩小电晶体的尺寸，增加电晶体密度，也不会牺牲效能或者是功耗的效率。另一方面呢，台积电1.4奈米制成的这个工厂的地基工程，在2025年11月初也已经正式开始动工了，量产目标的时间是定在2028年。好，所以二奈米哈，我们科普一下，就是大约是头发直径的10万分之一。黄老师，这个我们提到了2奈米啊，甚至说2奈米以下哈，未来还要攻1.4啊，在研发上要突破的这个技术门槛是什么？就这个问题其实很有趣哦，就是其实 GAA 或者是 MBC Fab， 就三星提出的架构，其实都讲了有一阵子。那真正做出来，并不是在研发功夫上的突破，而是在制程上有一个很明确的突破。那这跟台积电的战略很有关系嘛。那我们今天要做到2奈米跟1.4奈米，那最大的要求是什么？它不要漏电，希望它不要漏电，但是做到这么小尺度的时候，也就像你的隔音材料很薄，你的声音就很容易穿过去，你的能量很容易穿透过去。在原子尺度的这种漏电上，就是来自这种穿隧行为。那台积电可以做到在制程上技术的突破呢？最重要的在于它可以做到原子级尺度的精密的加工跟制造，把它做得非常的平整，让它不会去漏电，这个才是台积电在技术上最大的突破。那回过来说，为什么台积电能够领先业界这么快去量产这件事情，其实跟 CoWoS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大家一想，先进封装，跟先进制程，这有什么关系？对，当时台积电的策略，你今天要用我的先进封装的前提是，你必须把握我的 CoWoS，我的先进制程。所以台积电领先业界有非常多的时间去累积很多 data set， 然后去做它的 coordination， 它做出它全部的象限表之后，它就可以很快的在制程上去提高良率，达到量产的可行性。这是台积电在整体策略跟研发的功夫上，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突破门槛。那您觉得2奈米在量产以后哈，因为现在看起来是指日可待的，而且是应该不会太久。如果真的进到了2奈米量产的一个状态之后，全球半导体的格局，就是半导体的竞争格局会变成什么样子？其实最后它可能会开始变成某项特定的某几个专项元件，有某几个特定的公司去做。因为今天2奈米制程甚至14A 这种制程，它是属于国家级建设，国家级建设型的一个半导体制程策略。那这个东西并不是单一一个小公司它就可以去完全支撑起来的。那这样子的制程规划下，它会瞄准几个比较大方向的，尤其是现在最主要大家去看到 AI 这个部分。那至少在 Silicon 在矽跟锗的这个体系之下，我相信它至少走5年、10年甚至15年都是没有问题。那接下来会在这个战局杀到白热化的时候，也许其他就要转型去做其他半导体材料方面，在架构上做更多的提升，因为毕竟这个材料在物理可能已经走到某一种极限了。那在工业的角度上，就是继续去拼谁可以更分工细作的把东西做出来。那另外一个策略是怎么在材料跟物理极限上进行更大的突破？对，这我们讲说台积电，其实台积电现在在除了专业的研发不断追求突破以外，哈，这几年大家知道，因为地缘战略的关系，所以呢，现在所有的厂商都得考虑地缘
政治，特别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台积电在全球的布局啊。2奈米量产呢，它的重点是在新竹宝山 Fab 20厂。那新竹宝山的 Fab 20厂呢，也已经进入了生产阶段啊，预计每个月会有2万到2万5千片的产能。那1.4奈米的这个制程新厂呢是在中科。根据韩国媒体 Digital Daily 他们的报道说，3奈米制程呢会在 Arizona 的工厂提前将近1年投产，1号厂呢将会在今年就是2026的第4季开始4奈米制程的量产，2号厂呢在2026年第3季要开始安装设备，目标是拼2027年实现3奈米制程量产的目标。好，当然这个台积电。他们承诺，因为之前大家看到川普跟魏哲嘉2个人在白宫开记者会哈，那台积电也承诺说，在美国要建立一条稳定的生产线，甚至现在看到了他们是提前做到的。而且最近媒体也有一个报道，我记得是商周，台积电的供应商啊也特别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未来呢，不管是材料也好，设备也好，你必须要超过一半，就是在50%是一定要美国制造的。好，所以 Russ。目前台积电告诉大家，2奈米是留在台湾，是告诉大家说，大家不用担心，先进制程还是在台湾，就算在美国的也都是2奈米以上的，好，不是最尖端的，是要让台湾的民众放心。你怎么看呢？台积电跟川普美国政府之间的斗智？请问台湾谁很放心这件事情？因为过去几年，每次政府不管是谁，前经济部长郭哲辉或别人说，将来什么什么时间，1年、明年什么时间，最先进的晶片不会在 Arizona 制产，然后后来已经调票几次了，不是吗？所以我相信所有的台湾人都知道，这个是一个 moving target， 就是说，就迟早的事情。迟早最先进的科技还是会在美国制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只要是今天的最先进科技，美国会坚持，美国会需要说，那是今天的最先进的科技，必须要在美国制产。就是在美国一定要比照办理有一套。美国不管怎么样，美国会继续向台湾政府跟台积电施压说，只要是你最先进的科技、最先进的晶片，那你一定要立刻。那当然立刻不是明天，但是美国会坚持你最先进的科技还是要在美国制产。所以以后台湾也没办法继续说，我放这个承诺说，将来几年最先进的科技不会到美国制产，不可能，美国永远不会满意，美国会继续施压。好，但是在海外设厂这件事情啊，其实它并不是说在像是这个开 7-Eleven 一样，好，在台湾这边 OK 的话，到了美国那边立刻就可以马上啊，设备、人力全部都可以找来以后，就立刻开一家分店，因为它是晶圆厂。它不是像开小七一样这么的容易的。所以如果今天台积电必须要先说服美国政府，特别是说服川普哈，在未来接下来的2年，他要让川普知道没有那么容易啦。他能怎么样让川普知道这确实是不容易的事情呢？那当然，美国是不容易的事情，盖工厂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台积电不管是在台湾、日本、美国、德国盖厂的话，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们速度是相当快，而且通常他们是比原来的 schedule、原来的时间表还提早。盖好工厂，因为台积电这方面真的是非常厉害，经验非常丰富。毕竟他们已经在台湾盖那么多工厂，硬体 OK， 那软体盖工厂他们真的知道怎么做。对啊，硬体 OK， 软体呢？人才人的部分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问黄老师，但是我觉得这个人才的部分是涉嫌到一个不能公开说的秘密，就是说你问100个台积电工程师最聪明、最厉害的工程师，好，你要选择，你将来10几年要继续在新竹、台南、高雄工作，还是你要搬到 Arizona 住在美国，小孩可以变成美国公民，至少拿到绿卡？
不能说。你想在新竹还是去Arizona？对不起，我知道台湾观众朋友可能我说这句话，有一些人会不满意。但是你可以这些台湾作为优秀人才，这个选择谁不想去美国了？黄老师补充一下，这个不能说的秘密。人才，我觉得这跟台湾人的性格还是蛮有关系的，就是真的大家很认份、很打拼的去完成很多事情，真的是台积电这十几年突然突飞猛进的关键要素了。但其实近几年，像欧美的各国也是有派一些人到台湾来培训这个东西，但能不能把这个文化转嫁到人才身上，这个是目前未知的。像Justin 他们也派了一批学生到台湾开始研习，然后甚至今年也有一些那个从美国来的学生，他们就说我们不怕辛苦，但我们想了解 Fab 在干什么，对，去学习这个文化，这个才是逐渐在人才上转变的一个我看到的一些方向。了解，马老师啊，这个两件事情如果跟台积电有关的合并观察，接下来请教你，就是第一个，美国政府核发年度出口许可允许台积电持续向中国大陆台积电的南京厂来进口美国晶片的制造设备第二点呢，就是路透在31号报道说，辉达将会积极满足大陆科技厂商所开出的需求。那陆方现在采购是200万颗 H200的晶片，预计在2026年要交付，就今年。那辉达呢，目前的库存是只有70万颗，所以呢也已经赶快接下台积电，要扩大产能两件事情看起来好像是难得的机遇这个华补可以说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嘛。不过要小心的是什么？对，我觉得川普还是一个这个思虑非常周密的人他会开出这些条件，包含卖，还有这个包含到南京，他可以在过去设备上控制，但是现在解禁。对，他主要是川普谈一个条件，就是跟黄仁勋说你卖过去，但是我要抽25%的利润。那我觉得最赚钱的还是美国政府嘛。那当然这件事情对于黄仁勋来讲应该不困难，因为他的这个 H200的毛利率是70%那再拨出去25%的利润，其实他还是赚钱的。那我觉得在未来就是说以 H200为核心的这个整个封装线，或者是整个软体的这个的生态链它会暂时出现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在过去中国大陆拿到是 H20的这个晶片，它跟主流规格又不太一样，但是它现在就拿不到 B200嘛，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的迷思都在什么是最先进，但是因为在科技产业速度实在太快了，所以我觉得永远没有最先进，它就是只要你1年过去就是下一代，或者是这个接下来的技术出现，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川普这个放行，它对台积电获利一定会有增加的效果，但是台积电的主要客户非常的多，Intel、这个 AMD、高通、博通一大堆的其他的这个厂商，所以就是说黄仁勋的 NVIDIA 只是扩大了它的这个台积电生产的这个量能或需求，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还不是真正台积电就是最赚钱的部分，或者是说非得要靠这个赚钱，但是一个利多。最近在科技业，尤其是产业之间大家议论纷纷的是 H200要进大陆了吗？美国总统川普最近抛出了这个震撼弹，他在 Truth Social 上面呢，他就发文宣布说，批准辉达向中国大陆出售高性能的 AI 晶片 H200，条件是呢，每一笔卖给中国大陆的 H200的交易这美国政府要从中抽25%的利润。华尔街日报跟彭博同时指出，这项政策呢是川普在和他的顾问团队进行了好几个礼拜的激烈辩论之后，终于拍板定案。而在辉达这边呢，官网上面就介绍说 ，H200跟 H100 GPU 两个相互比较的话，在处理这个 Llama 2 70B 这个等这些大型的语言模型的时候呢，可以把推论效能大幅提升到最高2倍，可见得呢，毫无疑问，它是一款高阶晶片。好，那说到了这个 H200，先前我们讨论好久说这个 H20不让进到大陆去，结果呢 H20不卖，而且还是降规的。前后呢，听到了美方这边还讲说，我们就是不卖最好的，我们要卖次好的，还不是次好的，连第4等的，就中国大陆就不买了。现在直冲说要卖最高阶的 H200但解禁的方面是美方，大家是觉得看得一头雾水这个如果从决策思维的角度来切入的话，先请教安阳老师怎么看美方在想什么？我想几个部分第一个
H20版是个阉割再阉割的版本哈，所以说基本上从中国大陆的角度来讲它是不划算的一个产品。而 NVIDIA 现在的已经到 Blackwell， 明年还有这个 Rubin， 所以 H200基本上是过去的一个产品。所以从这角度来说，是可以开放的。但是有一个东西非常关键、很有趣的就是说 NVIDIA 因为它为了要跟它的竞争对手在做竞争，它现在未来芯片因为摩尔定律已经改变，以前摩尔定律是说我在同等的一个成本概念，我每2年我可以把我的效率提升。可是现在因为大家不断在竞争的效果，最后变成新来的芯片，它的 power efficiency 它是更耗电的，然后它事实上它的单位成本是更高的。对，那事实上它的 CP 值是更差的。而因为 power efficiency 更差，所以有一堆的 supply chain 反而因为这样有一个机会，那反而变成说中国买我旧版的产品，而中国的电力的储备是美国的2倍以上，所以美国的公司在不断的在买新的产品，效能更差，电力资源又更差，而中国倒过来，反而 CP 值是比较好的，而就是你挡它，中国有蚂蚁雄兵的方式可以带过去，美国自己的公司也在做转送的工作，或者是中国可以利用中东、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算力，还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或者是中国公司自己更有 incentive 开发出自己相对克难版的版本来做这事情，所以挡也挡不掉。对，我最近在听产业的分析有一场论坛上面也特别提到，对于美方从拜登到现在的川普一直采取这个围堵封锁，反而是适得其反，养出的这个包括华为啊、中兴啊，他们强大的研发能力这是被美方逼出来的那所以从市场跟研发这2个角度分别再进一步思考的话，因为现在最开心的应该是黄仁勋了。刚才王安老师也特别提到了 H200现在还算新，再过个1年不到，可能又被超越了所以黄仁勋现在想法是什么？赶快就卖吧，是这样。对，而且他还有另外一个危机是这样当年 GPU 打败 CPU 在 AI， 是因为 GPU 它专门在为 AI 在做事情。但是现在如 Google 来讲，它有 ASIC 比 GPU 更好，因为 Google 它有算力，它加上芯片更 powerful。我认为黄仁勋做一件事很不对的事情，就是他呢跑去找台积电，他要求效能的提升，可是造成 power 更差，也就是说，他会让全世界为了得到他的目的，我上次用了更多的电力，更对环保啊各方面更危害，好像没关系一样的。那这个基本上来说，我对商业道德的这我是有严重的一个问号。再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至于他在中国他在乎什么事情，他事实上有一个台湾的机会，台湾自己把它放掉，就是说 NVIDIA 在中国有很多员工，台湾为什么不让这些员工研发的到台湾来？反正美国有长臂管辖权，然后在台湾我们可以有高阶的中国最优秀的这些员工在台湾做研发。在同样的事情，台积电走出去了，为什么台湾不能够把 NVIDIA 想做 AI Factory？ 因为 NVIDIA 想要竞争，将来的 CSP 都有自己的 ASIC，NVIDIA 客户是谁？那 NV 可以把 NVIDIA 到台湾来做 AI Factory， 让我们的传统产业中小企业，台积电走出去了，他们承受了关税，让他们可以做转型，他们 AI 化。然后进而把这个变成全世界的中小企业，全世界传统企业都需要靠这个 AI 的这次的 transformation 用台湾来做这个事情。但是因为 AI 太用电了，所以呢就必须要跟美国买 SMR， 就让 nuclear 这个技术在台湾来，美国的 nuclear 进来，然后呢台湾的 NVIDIA 芯片是从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生产的，也解决到美国所谓的贸易逆差的问题。对，所以其实整个半导体未来在突破上面呢，其实有2个非常关键的要素，一个就是能源，另外一个就是您刚刚提到的高阶的人才是研发的人才。好，那现在 H200说要让卖到中国大陆去了，路透社就报道说呢，目前包括了像谁呢？阿里巴巴跟字节跳动都已经向辉达提出了采购的需求，而且采购的量还不少这2家中国大陆的科技巨头都有意大量的下单。但是必须仍然要等待北京方面的批准。好，另外呢，也看到了 DeepSeek在今年1月，我们就知道它就推出了成本非常低
但是却能够跟矽谷的主流模型竞争的 AI 系统，所以引发了全球高度关注。而 DeepSeek 呢，是由中国大陆的量化基金，就是幻方量化投资的。那有报道指出呢，说幻方量化早在2021年啊，就累积了大约有1万颗这个 NVIDIA 的 GPU， 所以避开了美国从2022之后才对高阶晶片，当时候才做了这个出口的禁令啊，所以在被禁止之前，早就先买好了。那现在大家在看的是 H200，卖到中国大陆去。可是最近我看到这2天有一些分析是说，买的到底会是谁？有人说，哎呀，这个民企一定是像刚刚讲到的阿里巴巴跟字节跳动，但是国企恐怕不容易啊。大使怎么看？事实上，中国大陆的这个相关主管单位啊，曾经已经禁掉 H20啊，就是说，尤其是公部门不能买，而且对私部门提出警告，就是它可能有这个泄密的可能。所以这个 H200是不是能够在中国大陆通行无阻啊？现在很多国际媒体都质疑。像 Financial Times 他就很明确的讲，他说事实上中国大陆的主管单位现在正在召集阿里巴巴、腾讯啊、字节跳动啊，来评估一下他们的需求是在哪里，然后再做一个整体的考量。所以呢，这个问题现在好像不是说你要卖，马上你这个市场大门就为你大开，我还不见得买呢。哎，那事实上的话，中国大陆的这个环球报道的这个胡锡进他也说，这个美国卖 H200给中国大陆就是一个阳谋。哎，他说为什么阳谋呢？他说目的是削弱中国本土晶片的发展空间。那当然就是说 H200它的能效，事实上有人说是 H20的6倍它虽然不是第一线的这个GPU， 可是它的能效是比较高的。所以当然市场上一定会有需求，也有很多讲法。有人说，事实上中国大陆很多的这些运算中心算力都已经放在邻近国家，譬如在这个马来西亚那事实上马来西亚它进这个 NVIDIA 的这个芯片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事实上的话，很多进到马来西亚晶片也可能将来会进到中国大陆，或者这个运算中心可能就放在境外这是一个选项。另外一方面就变成就是说，对中国大陆的政府来讲的话，公权力来讲，除了安全的考量之外，那当然还是要扶持本土的这些这种就是说 AI 晶片的发展。过去1-2年，中国大陆在晶片的发展上已经有了很初步的成效。华为的升腾910C 910D 更高的都已经出来了。寒武纪今年的股价暴涨，也是因为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芯片得到市场的肯定。所以呢，现在中国大陆逐渐摆脱一个就是说AI 晶片必须要非进口晶片不可的一个局面。是，而且呢，本土的这个芯片正在快速的发展。所以现在就是说，对中国大陆的公部门来讲，它可能也会看看这些业者的需求，可是呢，不会完全开放。那我认为会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如果你非有必要买的话，那你评估出来非有必要买的话，那它会有设一个前提，你不要对美国芯片在不会让你本身对美国的芯片产生长期依赖这个前提，而且呢，会妨碍中国本土的这个相关芯片的发展的这个情况之下，你适度购买有前提的，一定会有前提的。所以我认为就变成就是说，很多这些国际媒体也有说，他说其实对美国来讲，这是一个开放，看起来好像川普赚了25%，这个出口税可是问题就变成就是说，其实黄仁勋在过去在 H20被美国政府也是川普禁的时候，他过去去说服他们，后来川普就放了 H20的原因是什么？因为黄仁勋讲了一句话，他说开放才是对中国经济最有效的中国晶片发展最有效的压制。你不开放的话，你就是鼓励中国本土芯片的发展。所以规则很清楚大使刚刚分析是未来，
它买的原则就规则很清楚，你要符合原则，符合原则的呢，然后一定的量，我才让你申请购买。那当然，因为现在中国大陆自己内部的晶片自主化推得如火如荼哈，所以呢，当然外来的晶片也有可能会压缩到本土晶片的成长，所以这中间怎么样调控？买家思维，刚才大使特别做了一个精辟的分析。好，那说到这个 H200要卖给中国大陆哈，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一位技术专家叫 McQuail， 那他就非常的担心，他说美国向中国大陆出售大量的 H200晶片，等于帮中国大陆的 AI 产业加上了火箭的燃料。因为华为之前就已经坦白说呢，至少2年内无法打造出超越 H200的晶片，所以呢，民主党有位参议员就要求黄仁勋跟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特要到国会，针对这件事情出席听证会，不是说川普决定就算了。好，所以我的问题就是，Russ H200过得了众议院这一关吗？也不是少数党、民主党参议员说的就算了，对不对？我觉得过的机会还是很大了。虽然最近有跨党国会议员有提出一个草案，还是要禁止 200出口到中国去，但是会不会通过，真的是要看多数党领袖跟白宫协调。这个不是民主党自己能通过的草案，而且说实在，很多共和党及国会议员，虽然他们对这件事情跟白宫意见不同。但是不想让白宫川普总统难看，所以如果川普不同意的话，他们就放弃了，不会把这个草案通过。但是有关作证这部分，按照黄仁勋的今年的动作，其实他常常接受媒体访问，也常常跟政治人物互动，尤其是川普总统本人。所以我认为，基本上，不管是共和党、民主党招来他来国会作证，基本上会接受。为什么呢？因为他从来就像大使刚刚有说，黄仁勋从来没有怕表达他的立场，而且他的立场也是非常清楚。他觉得最好是让中国依赖我们美国设计的晶片，这个他不是秘密啊，都有你公开说，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值得尊重他，因为他有一个立场，他愿意表达。虽然有一些批评其实有很多批评，美国对中国的鹰派会批评，但是他还是愿意公开站在他的立场，所以基本上他去国会作证，我觉得他一点不怕。那 Lutnick 不会想去了，因为他怕被少数党攻击。可想而知的是，黄仁勋在这个听证会上面一定会强调是。辉达的晶片卖给中国大陆呢，绝对对美国来讲是有益而无害的。台积电在这个礼拜最新的一个动作是正式宣布，对于退休转任到 Intel 的前资深副总经理罗维仁提告。罗维仁这个人呢，其实在这个礼拜真是声名大噪哈。原先大家都不知道台积电，也许内部的人会知道，科技界人会知道，但是一般的民众可能并不会知道。但是这几天真的是声名大噪。那风传媒也报道说，其实罗维仁他是非常少用电脑的，跟设备商、材料商在开会的时候呢，根据亲近他的人说，这个所有的技术细节他都是手写记录下来，所以多年下来累积的笔记量非常惊人，甚至形成了个人化的先进制程知识库。所以呢，今年罗维仁在7月份退休之前那他要幕僚帮他整理资料的时候呢，他的幕僚竟然打包出了超过20箱的手写稿，而这些手稿呢，现在也被外界质疑会不会包括了像2奈米甚至是2奈米以下的，像 A16就是1.6奈米、1.4奈米、1奈米，甚至是0.7奈米这些关键技术的讨论记录，还有会议摘要。因为最近讨论罗维仁，很多就是说。他都已经当到台积电这么高层了其实不缺钱我看到也说是为了一个什么使命感吗？还是说有其他的背后的动机？而且呢，大家也在讨论的是，在他退休之后，就应该在退休之前曾经也被问到说，那你退休以后要去干嘛？他说要转去做学术机构结果呢，没有想到就跳槽到 Intel 那现在呢，旧东家就是台积电呢要打法律战，可是新东家 Intel 表达力挺之意。这 Intel 呢就发表声明说现在有很多的臆测你们都是在猜，可是没有迹象显示
任何的指控是具有可信度的，而且强调说，企业之间的人才流动是产业运作的正常现象。而国外媒体呢，这个叫做 WCCF Tech 的报道指出 ，Intel 的执行长陈立武在一封发给内部员工的备忘录也直接说 ，Intel 现在全力支持罗维仁加入 Intel。我要先问的是 ，Intel 跟台积电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在关系上发生什么样的这个变化？吴磊老师，您觉得？我想，当然 ，Intel 跟台积电本身它是既合作又竞争。对，所谓合作就是像 Intel 像很多的，包括像先进的制程，它仍然必须要委由台积电来代工。那竞争的部分来讲的话，大家当然知道说，像 Intel 本身，包括像18A 也好，未来14A， 它基本上它都等于台积电的2奈米，只是它目前为止良率是很差的，因此来讲的话是不符合成本的。因此这个问题可能会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台积电本身跟这样一个资深的副总本身来讲的话，两者之间的法律诉讼如何？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当然就涉及到 Intel 本身跟台积电本身彼此在竞争跟合作上会产生哪些新的一些所谓的新的变数嘛？是。但是我想这个问题会比较复杂一点来讲的话，因为涉及到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来讲的话，目前为止来讲的话 ，Intel 的最大股东是美国政府的。美国政府占了 Intel 本身，因为89亿的晶片法案嘛，大概占9.9%。现在是美国政府是 Intel 第一大股东。那第二个罗威仁，当然他是目前为止查了一下，他是拥有美国护照的人嘛，所以他也持有美国国籍的嘛。对。那因此台积电他所提出的法律诉讼来讲的话，就要看这个禁止竞业条款当中有没有涉及到违法的部分嘛。但是最终来讲的话，法律在执行过程当中，以及美国方面来讲怎么来宣判来讲的话，那是取决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两个之间来讲的话，基本上跟美台之间有关于科技管制是没什么太大关系的，跟美台之间有关于在经贸谈判跟236条款也并没有很大的关系。这个问题涉及到的是台积电跟 Intel 本身在有关于先进制程跟高阶制程跟下一代当中的双方在竞争跟合作上到底是采取什么样关系嘛？对，而且我最近看到一个分析报道，我也想请教您哈，就是特别提到了台积电的难处，就是说如果真的进到了法庭的攻防，你必须把所有的资料啊，甚至包括机密资料，你可能必须要去提出来哈，就是你真的窃取了这些机密，可是这些机密也会因此而外泄啊。因为这里面会涉及到几个问题，台积电如果不提告的话，外界的想象空间会非常非常的大。那台积电的提告至少要几个目的嘛？第一个目的来讲的话，具有所谓宣示性跟恫吓性的效果，就是说，因为来讲的话，台积电它有各式各样的协力厂商，有各式各样的合作的厂商，因此透过这样一个提告本身，当然可以对有关于 Intel 在先进制程乃至于跟台积电具有竞争上来讲的话，也可以产生一些所谓具有若干吓阻的效果嘛。对。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台积电其实目前为止来讲的话，当然你说罗威仁一个人，当然代表是这是一个算是一个技术资深最重要的副总，但是你说以台积电这样一个庞大之间所拥有的专利，那以一个人要把所谓台积电的这样一个所谓的优势当中，能够有效的移转到 Intel 当中，我想应该也不至于嘛。但是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说，因为 Intel 会不会因为罗威仁的这样一个参与，缩短了它有关于先进制程上，因为目前为止为什么 Intel 做得不好？对它研发是够的，不管是18A 还好14A，但是就是良率差嘛，就是不具有所谓市场竞争性嘛。那因此这样的过程当中，它会不会缩短它的所谓的制程？对，那这个东西来讲的话，才是大家所关注的重点。是，所以它里面是涉及到有关于一个在美国极力扶持的 Intel 的厂商，有美国政府在大力支持的，那一个是在全世界拥有全球布局的台积电，那两者之间的竞争跟合作到底维持什么样关系嘛？而且你拉高来看，说未来进到这个司法途径哈，这个彼此攻防的时候。那知道罗维仁他的背后可能是美国政府哈，这个部分你到底打不打得赢，可能还是个问题。不过这个时候呢，也看到了黄仁勋啊，辉达执行长呢，他也被问到说台积电这次的这个风波，那说这个研发高层转投英特尔带枪投靠，他怎么看？黄仁勋说呢，他对于细节不知情，但是呢，他坚信台积电的韧性和稳定性啊，因为他说台积电呢，并不是只仰赖单一个人。台积电的强大基础是建立在复杂的技术、深厚的企业文化，还有多面向的科技实力之上。
而且呢，在讲台积电的同时，也不忘去捧一下辉达。他说这个辉达的技术呢本身就极其复杂啊，这些技术也是充分展现在他们的晶片设计啊，还有系统软体当中。那辉达的成功建立在所有的技术必须要整合才能够运用的基础上，技术过于复杂，难以真正理解或者是复制。辉达是花了33年的时间才建立这些技术的壁垒，让很多人难以达到这个门槛。最近大家不是听到他讲说，他还特别责怪了他们的公司高层了，因为高层说不准这个员工使用 AI， 结果呢他就说，怎么我们自己是 AI 未来相关的这个公司哈，所以黄仁勋他就下了一个结论，他说就算有人离开辉达，他也认为没关系哈，因为辉达的技术是非常难以复制的。所以陆老师，现在美国就是还是对于中国大陆在科技方面是做了很多的管制封锁哈。但是中国大陆的科技厂商绕道拿到辉达的晶片我们也常常看到这样相关的新闻，像 DeepSeek 也确实参照了辉达的 AI 晶片回到说技术真的是无法复制吗？这一点问题你怎么看？当然，有些技术是可以复制的，有些技术真的是没有办法复制。那以罗维仁，他是台积电先进技术事业的副总、营运副总、研发副总，这个技术开发组织的副总到企业发展策略副总这样的一个资历，对他的跳槽就不是一般的人才流动了。所以，尤其他在离开的前一天，还去听取了最新制成的一个研发的一个会议，就代表他对台积电的这个技术是有相当的掌握，而且在他任内呢，他曾经对于 EUV 的微影技术、5奈米、7奈米这些，他都有参与。而且他团队呢取得了1500个专利，这是相当惊人。他不是一般的人才流动，这是我们一定要先界定好。第二个，黄仁勋他现在是 Intel4%的大股东，他已经不是一个客户或者是一个竞争者。我们知道 NVIDIA 以前是跟 Intel 是竞争者。他在 CPU 竞争，就跑了跟 GPU 跟 Intel 竞争，所以他是取代了 Intel 的这个地位，所以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境。第三，我们过去台积电曾经也同样有一个研发副总梁孟松，他跳槽到三星，当时台积电是倾全公司之力阻止梁孟松跳槽到三星，后来终于法院判决，就是说在2015年以前你不能去三星任职，这是法院最终的判决是这样子。所以，在这个案子里面，台积电目前只有对台湾的智慧财产及商业法院提出民事告诉，并没有提出刑事告诉，代表台积电认为说你已经违反竞业禁止了，你答应我跟我签了协议书，在离开台积电之后若干年内不能去我的竞争公司上班，这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台积电提出这样民事告诉，但是你也没有把我的这个商业秘密、营业秘密拿去其他公司使用。这个他没有提出告诉，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台湾高检署智慧财产分检署呢也提出主动的调查、主动侦办，因为这要靠刑事这个的力量才能侦办，才能出来一个结果。所以在这样的结果之下，我们最后才能发现说，罗维仁你跳槽过去，你有没有把台积电你这20箱的这个资料拿去到Intel 做使用？这很重要，因为即使你是当初是有权看这个资料。但是你没有权把这个资料拿去 Intel 使用，因为你要拿去使用要经过台积电同意，这是非常明确的。对，我们这个营业秘密法跟国家安全法也有很明确的规定啊。你在境内窃取使用的话是5年以下，你在境外是1年以上10年以下。如果你这次是把2奈米的核心关键拿去境外使用的话，是5年以上12年以下，这个图形是非常重的。所以台积电一定势必得做出一个动作。让他所有的员工知道这样的行为是不可取的。对，现在这个陆陆续续有看到说，为什么罗维仁这个离开了台积电之后，他会去 Intel 现在原因众说纷纭但拉回来看说这技术层面的部分我要请教一下黄老师因为我看了一下罗维仁他的一个资料。其实罗维仁在台积电其实立下蛮多战功的，他还是这个台积电的夜鹰计划主责的。夜鹰计划就是24小时让台积电整个工厂运转不停歇所以在28奈米其实是赢过对手的关键。可是在这次跳到这个 Intel， 大家就想说，哇，你带走如果是2奈米甚至是以下的这个技术，为什么这个先进制程会这么的让大家紧张就是说，因为它最先进嘛，那当然就是技术含量
也是最高的，它最主要那个部位是什么？哦，这个问题其实蛮有趣的，就是其实我们在学程里面，我们从去年，因为 Intel 本身是一家 IDM 嘛，然后到 Fab， 我们都在讨论说，这2家公司在那个时候他们换了那个把基辛格换掉，然后14A 厂正在盖，对，一直在这样过来这个过程，其实都发生挺多有趣的事情。刚好最近我们在学程里面也在讨论这个罗维人这件事情哦。你说最关键、技术含量最高的这个部分，我们开个玩笑说，其实最关键的部分在工人智慧。为什么我这样说？我们都说做晶圆这个东西就像在烤披萨，你的 recipe、你的材料，它其实都只是一个起点。就哪怕说罗先生跟设备商、材料商开会把技术细节做，那叫做起点。刚刚那个何荣您也提到了说夜鹰计划嘛，十多年前。那个时候，那个10万青年10万干，积极轮班救台湾。10万干，对。那这个其实，在过去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把设备大家都查得到去哪买的，甚至打听可能都打听得到，但最后进来了之后，里面怎么去改装的，里面怎么去绕过一些东西，然后再来就是如何去提高产能。其实最关键的还是刚刚几位2位老师讲良率。对。这个才是它技术含量最高的关键部分，因为今天台积电当然买来它做制程，因为它有一个非常成熟的产线，非常好的一个场域，它把这些兜起来。但是这个设备是谁提供？它不会自己去做设备。所以其实你说技术含量很高的，其实是这些我们台湾的这些辛勤的工程师们，他们堆积起来这些所谓真正的工人的智慧。所以罗维人离开了台积电，那没有，如果整个团队都被挖走，整个 Fab 都被挖走。那个才会是最恐怖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所以简单的请教你哈，就是说从良率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算所有的东西食谱啦什么都可以偷去了，但是呢，想要短期之内提高到良率 ，Intel 也是办不到的，是这样吗？我个人觉得相对是辛苦嘛。今天就像8味姜母鸭，你去吃龙门路那条店，还是你吃和平东路那条店，那味道上肯定也是不一样的。那你说短期内马上要追到什么？你就算去吃了好几次，用了好几次。你也不见得知道里面的 know-how 是什么，没错，除非你把那整个团队都挖过来，这个才是最直接的。对，就好像以前我们听过一句话，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啊，台积电也不是一天就称霸的。最近台积电有一件大事啊，大家一定也注意到了，就是发生了令外界哗然的这个2奈米制程技术机密外泄的事件。那目前呢，根据已经知道的讯息显示呢，相关的机密是流向了重要半导体的设备制造商，在全球是排名第3大的日商东京威力科创。这个事情爆发之后呢，东京威力科创除了把涉案的员工已经开除了，也表示会全力配合台湾的司法调查，而且公司特别这2天派了2位高层来负荆请罪，但是抱歉，现在呢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了，来不及了。好，那知名的半导体分析师啊，这个陆行之也表示说呢，以前我们看到都是台积电的员工离职，把这个技术呢偷到中国大陆的中芯国际。当初台积电呢还因此在整个诉讼之后拿了中芯10%的股份。陆行之说，他当然希望台积电呢赶快就是进入到这个跟 Rapidus 还有东京威力科创的诉讼程序，哈，至少也要拿个10%到20%的 Rapidus 的免费技术股份。这个技术真的不是免费的哈，所以一定要把它拿到这个技术入股啊。那台积电呢，过去曾经也因为呢机密的保护兴起诉讼，最知名的就是刚刚提到的中芯半导体的侵权。2003年，台积电指控中芯窃取机密，2年之后双方先和解。说中芯必须在6年之内要支付1.75亿美元的专利授权金给台积电。那当时呢，中芯是透过大举的挖角台积电的员工，拿到相关技术的机密。2006年，台积电呢又发现中芯持续的不当取得了相关的机密又再次的告中芯。双方后来是在2009年达成和解，除了中芯要先给这个1.75亿刚刚提到的美元的这个授权金之外，还必须要支付2亿美元，然后无偿的给台积电8%的股权。台积电呢还用每股1.3港元的价格认购了中芯2%的股权。好，那这个事件来看，这个整理的非常的详细啊。我们讲说主谋就是这个
他到东京威力科创去任职的工程师。那他离职之后呢，就伙同了包括台积电研发中心的6位研发中心人员，还有呢他非常熟识的2位一位姓吴，一位姓戈这2个呢都是他的前同事，所以呢就透过包括这些前同事在台积电呢从内部提供资料给这个陈姓工程师。那目前这个陈姓工程师呢已经被东京威力科创给 fire 掉，然后呢也羁押禁见。好，那台积电的2位涉嫌泄密的工程师呢，也现在被羁押禁见当中。现在台积电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面，现在已经传出最严重要连坐5级来做惩处。好，我要先请教雷姐的是这次的泄密事件，大家都会觉得说，那大概就是企业跟企业，就刚刚提到说台积电跟中芯之间曾经有过的这样的一个纠纷。可是大家也在怀疑一件事情是，难道东京威力科创后面没有更大的一个国家力量？就是现在大家起人疑窦的部分。对，最近最常听到的笑话就是说要常常去 Starbucks 喝咖啡了，因为他们在那里交换这些资料。我自己回头去算算，应该是这40年以来最大的产业间谍事件。应该没有比这更大的因为它不是在现有的制程，它包含了未来的发展。刚才我们在讲 Intel 跟 TSMC 在美国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了，现在2奈米已经是差不多是定案了，可是2奈米加上 AI 的那些新的设计，还有未来的各种的应用，再加上将来更小的，像18A 那个，简单的说就是比2奈米更小的1.8，但是事实上不是1.8了但是更先进的那些制程跟先进的未来呢，会建立在今天的制程上面。所以说，日本我认为在这一轮，他希望能够摆脱他一直遥遥落后的一个情况，它能够跳到更前面一点。因为到目前为止，日本在这整个产业中间比较唯一的关键的位置是它的原材料，可是它后面其他的部分呢都不是那么关键。所以今天它如果能够弯道超车的跳到了2奈米，那么它至少在亚洲就可以跟韩国的三星跟台湾可以并驾齐驱所以用产业间谍的方式来窃取别人的新的制程设计，是一件非常 low 的竞争策略，但是对于日本来说，可能是它非常关键的。所以不管他现在的公司如何道歉 ，Tokyo Electron 来道歉了很多次，对。但是如果你没有买主，什么人会去偷窃产业情报？是肯定是有买主的，所以他们的角色跑不掉，所以日本跑不掉。再来呢，就是台湾跟美国中间的关系，那美国有没有一点希望能够在日本的半导体已经晚了30年之后，给他们一个新的机会，让他可以成为他更可靠的第2对手，就好第2的这个对象就好像他的造船业。到了30-40年之后呢，希望让南韩的造船业能够协助美国的造船业一样，它需不需要去好像一个3轮车一样去做2个的副轮呢？那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所以美国的参与不见得完全没有。如果有了日本强而有力，那么对于台积电的压力当然就更大。然后让它可以在所谓的晶片4方中间，原来的那个计划，韩国、日本、台湾、美国这个晶片4方计划呢，日本的这个轮子也可以强一点。所以有没有这个可能性？这是第2个。那最后一个可能性就是，台积电的本身在往前面走的时候，它本来有一个希望是能够兼顾美国及非美的市场。我常常笑称是。USO 就是 WTO 以后的 USTO 跟 WTO 就是2个市场，一个是完全跟着美国的规矩美国的 Trade Organization， 你的关税啦，你要卖什么东西什么可卖，什么是限运，都是 USTO， 或者是台积电还希望有另外一个 WTO 跟全世界做生意的这么一个 branch。那台积电在这个过程中间，它或许在内控里面有做一定程度的分工，所以这次我认为他们才会说，它最后的究责要到5层以上。他可能是要去讨论，他在这个做分工或者在某种程度分拆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地方不够小心？对，这次会发现的是因为这个台积电内部监测出异常现象，才因此是台积电主动发现的，然后呢主动通报进行调查的。那么刚刚我就想到您刚刚提到那个英特尔的，
什么样的让那个技术能够提升最快？用偷的最快，台面上的偷跟台面下的偷哈。那这次没有想到是日本人来偷。我们原本以为是朋友的，竟然不是朋友啊！原本以为是敌人的，可能不见得就是敌人哈。但是这次凸显出了台积电的内部控管确实是有一些问题的哈。那所以在关键技术研发的防止泄密上，依骆总的了解哈，因为台积电一定是分层而且分权限的哈，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在内部上，关于营业秘密有一整套完整的一个做法。那这次是偷窃这个营业秘密已经提升到国安法的层次，所以我们是用国安法第8条来侦办，它的罪是非常重的，5年以上12年以下。而且使用在境外的话，那所以这一次台积电速度也算蛮快的，因为我们的对手，我们在这个对手是 Rapid 在拉丁文就是快速，他希望赶快成，所以这个东哲郎他是这个东京威力创的这个前任的社长，他现在是 Rapid 的这个创办人。他希望赶快追上我们台积电，那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证明，Rapid 就是背后的这个引武者或者背后的一个支持者，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证明。目前是被怀疑，现在只是检调在积极侦办。但是我们记得2018年、2017年、2018年的时候，当时美光控告我们联电偷窃他的这个营业秘密的时候，他是3个部长一起出来在美国开记者会指控联电，就后来根本没有办法证明联电有主动积极的需要窃取他们的这个营业秘密，所以我觉得政府部门检调单位在这个案子一定要非常的慎重来侦办，找出背后到底是谁要求这个诚信工程做这件事，因为他拍了700多张，而且背后是有人指点他，我就是要那其中哪一段，这就是非常引人怀疑。主要是因为这个是涉及到刚刚您提到国安层级了，军中其实有很多机密跟国安层级是一样的哈。那防范之道。我想在所有的制造产业之中，我其实这个是从这个叫做阅读有关中国大陆它对于这个军工产业的保密的这种程序。我们的生产要素包含数据制成、机具、环控、这个资料、程式、组件很多个。它基本上来讲，第一，资料分除；第二，你要建立内控的机制，而且呢，你要拆分所有的机密。你一次破解了一个 directory 一个档案之后，你没办法知道所有的。而且呢，这个要组合之后才能去运用跟阅读。而且呢，最重要，你要藏一粒沙就藏在沙滩，你要藏一根树枝就藏在森林。所以呢，一个真的档会混着几百个这个假的档，而且资料存取每一个动作都会有记录。不光是只有光学的，就是说摄影，你这边的监控内控，你的资料的存取，然后呢去打开，然后用了多少时间，全部都有一个档。然后它有一个自动增减的程式，去你异常的去阅读某个资料过久，或者说是那里头可能一个档是真的，其他有99个假档，而你就能够啪一下读到那个真档。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中国大陆军工产业很多东西已经再没有用那个就是 text 档，也就是没有文字档，全部把它就变成图像档，然后再结合乱码。然后把图像档资料变成转换成不可以复制、不可以输出的图档，你必须结合乱数才能打开图档，而不是说你马上就有那些 ASCII 的 code 的那个就是这个数码档可以有对外输出。最重要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大陆这个有发展一个技术，就是对于荧幕有一个反荧幕干扰，也就是说你用手机一照你知道出来的时候是乱码的像。对，它是有一个那个增减的那个，你可以透过技术去防避。对，以往是对那个光学有那个就是闪光灯，现在已经发展到只要它有这个照相取像，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在照某个东西，你必须把那个画面给凝结在。那凝结，假如你手没有放在键盘上，那手一离开键盘，那个就开始就有反干扰，就开始有点像现在那个。所以这种技术其实多得很，但是呢，最重要一个字。钱，你所有这些就是说保安这些东西，就是要砸钱下去。我觉得今天台积电自己要检讨，你有没有足够的投资？是不是在伦理上出了问题？恐怕也是值得大家一起深思的。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
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